也许2025年对许多中国人来说，依旧充满未知与考验，但愿我们都能在困难中保持一点光亮，用信心去度过黑暗。当然，美好祝福是一回事，现实的冷峻又是另一回事。要想真的追寻到光明，有时候就必须先看清眼前的黑暗有多深。在如今的中国，这种摸索光明的过程，可能是2025年的艰巨挑战。最近，大纪元时报12月30日有篇评论引用了一位身在北京体制内的人士提供的讯息，描述目前北京的萧条景象。从他反映的情况来看，这种冷清已经到处可见，具体体现在好几个方面。首先，在网约车和外卖行业明显多了许多新加入的人，意味着原本在别的行业上班的人，如今跑去接单、送餐，维持生计。其次，商业区的人流量大幅缩水，比如王府井、西单这些以往人挤人的地方，现在都变得空荡荡，生意自然也跟着一落千丈。另外，还有金融机构缩减业务的迹象，据说某些大银行的网点都关门不做了，有的通讯营业厅也和银行网点一样相继关闭。更离谱的是，交警连自行车违章也要罚款，这在此前未必常见。这或许说明财政或管理压力增加，得靠各种罚款来补缺口。总之，北京现在的萧条让很多当地人都感到触目惊心，似乎没想到会一下子冷到这个程度。那么，北京这种种凋敝，是否意味着中国社会随时可能大爆发呢？乍看之下，经济冷下去这么严重，类似2022年末那样的抗争浪潮，会不会再次出现？但其实两者的背景并不相同。2022年末，人们觉得只要中共把清零给撤了，情况就能反转，所以当时很多年轻人比较敢站出来抗争，因为他们心里想的只是希望领导上修改一项政策，并非去推翻整个体制，心理负担相对小一点。可是现在，人们开始明白，经济的下沉并不只是因为某项政策，而是整个政治和社会环境的深层次结果。要想改变，那就可能得系统性地来，也就是直面中共这套根基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真要再上街，你面对的不是一件事那么简单，而是整个大机器。冒险的成本陡然变高，很多人就更不敢贸然行动。北京的衰败速度之快，其实可以从很多数据点来佐证。大纪元时报那篇文章提到的4条，我这里再稍微展开说一下。第一，网约车和外卖从业者突增，这意味着许多原本有固定工作的人，现在可能没有更好的就业选择。第二，街头商圈的人明显少了，王府井、西单都变得落寞，看得见的客流下跌，必然影响餐饮、零售一条龙。第三，大银行网点乃至联通营业厅都要撤点，这是一种连金融业都撑不下去的反常迹象。第四，连自行车被抓违章都要罚，说明执法者的压力也更大，哪怕一点点罚款也想收。把这些碎片拼在一起，我们就知道，这并非小打小闹，而是整体经济循环出现了毛病。老百姓没钱消费，零售和服务业惨淡，银行、商家跟着过不下去，连交通管理都要苛征罚款来挤钱。所以这种含义是一层层向下传递，每个人都会被波及。大纪元时报提到的现状，从失业数字和社会零售2个角度都能找出对应证据。我们平常感受到的收入减少、老板倒闭，其实最终会在统计数据里显现，比如社会零售总额的断崖式下跌。失业率具体怎样，我先留待日后再细聊，今天主要看零售。
根据北京与上海官方的统计局数据，2024年11月份，两地的社会零售总额都出现大跌。北京同比下滑1%左右，上海则下滑1%多一点。有人或许说这些数字公信力不强，但我们更关注它们的趋势和幅度。对比2023年同时期，甚至在对比2022年的清零末期，就会发现如今的跌幅比疫情高峰时还要惊人。具体来看，2022年11月，北京零售总额是1306亿元，那时防控很严，大家本以为已经相当惨了，没想到今年11月才1275.9亿元，居然比2022年还要少30亿元左右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在疫情已经放开的条件下，经济居然比最严时代还更萧条，这无疑是让无数人更加绝望。北京的零售业为何这么糟？一方面，持续的政治管控和不确定性导致民众不敢花钱，商家不敢投资。另一方面，很多人就业无门，或企业发不出工资，连基本消费都缩水。有的人干脆转行送外卖，努力糊口。可一个社会如果都只剩下低端服务业，整个财富创造能力就会不断下降，如此恶性循环就把所有人往底层卷。有些人以为高端消费市场或许还能扛住，但事实证明，中国富人的消费也在大跌。据财新说，今年奢侈品销售在国内预期萎缩近20%，甚至影响到全球奢侈品牌对中国市场的期望。贵州茅台的高端线茅台1935价格大幅跳水，从2000元跌到700元还不到，这简直就是腰斩再腰斩。再加上五粮液普五也跌破出厂价，高端白酒市场都撑不住。过去常说富人消费很任性，经济差一点也不妨碍他们买名牌包或豪车，但这次局面却不一样。原因是中国富人的安全感其实并不高，他们没法像欧美富豪那样确认自己财产完全受法律保护。只要出现政治风吹草动，他们就可能得收缩开支，防止自己被盯上。像今年远洋捕捞事件层出不穷，把众多民企大佬吓得不轻，有钱人对经济前景反而更恐慌。所以如果有人还指望抓住富人来维持生计，大概也行不通。他们自己都没什么心情，大手大脚的花钱，更不会救活整个零售市场。那么剩下，要么就是做走量的平价市场，主要面对那些消费降级的大众，要么就干脆关门止损，不想撑下去了。北京这波餐饮业已经进入极限内卷。据统计，规模以上餐饮企业今年上半年利润比去年同期暴跌80%多，平均利润率只有 0.37%， 低得可怜。有餐厅从早忙到晚，扣除房租、水电、人力后，几乎赚不到什么钱。这种情况下，经营者不跑就是爱国了，换成谁都想止损。以前曾分析说，北京因为是权力中心，在经济不景气时或许还能维持一阵，毕竟很多人想贴近权力。但现在看，北京跌得比上海还快，其背后有新的因素。其中一点是中南海内部斗争更诡异，让商人们摸不着门道，不知道该抱谁大腿，反而人人自危。比如秦刚和李尚福的突然消失，让体制内外感到权力乱局远比想象严重。原先人们以为只要跟习中央关系铁就行，现在才发现，不管是习系高官还是其他派系，都可能随时被整，商人若押错注，更要倒大霉。于是越紧贴北京，反而越危险，谁还敢往这潭水里投钱或扎营？
还有一件事就是雄安的存在。本来雄安计划要从北京搬走数百万人口，这形成一个不定时炸弹，让很多人担心自己会不会哪天就被强制调离。这在房产、投资、生活成本各方面都带来严重不确定性，都会削弱北京的吸引力。再看富裕阶层那部分，他们在中国并不存在完整产权，生命与自由都不受约束，说白了就是随时可以被夺财。与其等到被远洋捕捞，他们宁可先把资金转移，或干脆离开。没有保护的财富不过是数字符号，一旦政府需要敲打，就能一夜之间让你什么都没有。因此很多老板根本不敢贸然大笔花钱，担心引火上身。总的来说，一旦社会零售萎缩，富人也捂住钱包，出口又面临贸易制裁风险，这个冬天只会更冷。中间还有个变数，就是美国新一任总统是否会加大关税力度。一旦海关税升级，中国制造就更难出口。那时中国经济的萎缩或许会以更快速度到来。说到这里，也许大家心里会更紧张，但形势有时就是这样，没有看上去那么乐观。如果你之前还能抽身，还能做一些转移或转型，也许今年就算艰难，也不至于束手就擒。有些人问，既然这么惨，是不是意味着社会动荡会立刻爆发？我的看法是，火山何时喷发虽然不一定，但压力的累积肯定越来越大，或许再等些时日，就会出现新的大规模风暴。在这个2024年的末尾，我就讲这些，算是给即将到来的2025年一个提示吧。只希望在新一年里，所有人都能照顾好自己，不要盲目投入那些风险极高的领域。人身安全感在某些体制下，恰恰才是最奢侈的东西。最后，也祝福大家在2025年能保留希望和光明，找到自己的出路。